心理学家保罗·史托茨仅凭一套逆商的理论和一本书被评为全球10大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而《逆商》一书凝聚了他在该领域的精华见解，道出如何在逆境中生存、成长以及出头。一个人在下坡路时沉淀的能力，决定了他的眼界和上坡高度。冯定增说，逆境总是有的，人生就是进击。只要我们还在谋生和进阶，未来总是荆棘遍布和迷雾重重。不因挫折急躁混乱，当个躺平的扎营者，而是成为生活金戈铁马时，纵使灰头满面，眼里依然有光的攀登者。低谷反弹，绝地求生，只要扛得住至黑至暗的日子，就能迎来我们的高光时刻。精神内耗的本质是逆境时的选择。常听见有人抱怨事情好难，做不到。但没有谁的人生是简单的，没有谁不是在生活的刀光剑影中一边无助一边坚持。就像作者在《逆商》中提到一个电击狗实验，当被多次电击却无法改变现状的狗，即使后期有机会取消电击，它们也会继续躺下忍受痛苦。而在开始就能通过开关关闭电击的狗，在后期也依然如此。那些放弃改变电击这个不利事件的狗，表现出了习得性无助，这种现象在挑战极限的登山者中也屡见不鲜。正如书中讲述了一群登山者，大风暴掩埋了所有道路，也揭开了他们人心脆弱的一面。大多数登山者被怯弱和绝望包围，选择放弃前行，最后失去了生命。曾看过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影片中安迪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银行家，因为被冤枉杀害他的妻子和情夫而关入监狱。肖申克判以无期徒刑。肖申克监狱中，无论是犯人还是狱卒，都是穷凶恶极。面对着终身监禁以及恶劣的牢狱环境，安迪未来的人生可以说是一片灰暗。不少犯人因无望的生活而在狱中破罐子破摔，可是安迪却在这个鱼龙混杂、罪恶横生的牢狱中寻得了求生之道。监狱中的小团伙合伙欺辱他的时候，他一边反抗一边寻求新的方法。当他发现典狱长在洗黑钱的时候，毛遂自荐去帮忙翻账本。若是换作一般人，守冤入狱而被判无期，必然会对下半生失望透顶，更没有信心逃离监狱。但是安迪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没有逆来顺受，而是一直在寻找生下去的机会，将一把烂牌打好。其实在电影中也体现出了逆商这2个字。安迪对于现状的不屈，对于自由的向往，使他不屈服于现状。他永远都有自己的打算，面对逆境永远都是奋勇向前。逆境本身不可怕，但是如何面对逆境却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走向。逆商正是你面对逆境时的抗挫程度和摆脱逆境的能力。巴顿将军曾说过，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站在顶峰的高度，而是跌入低谷的反弹力。面对逆境，人们往往会分为以下3类。1. 放弃者。放弃者就是破罐子破摔的人，面对逆境，选择是逃避、退出、变卦或者是放弃，眼中看到的往往都是最负面、最消极的，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未来是多么糟糕，刻意掩盖进取心，无视很多生命的馈赠。生活中的放弃者比比皆是，面对逆境，他们通常会将这几句话挂在嘴边：太难了，我做不到，简直不可能，还是算了吧，给人一种苦涩、沮丧、情感麻木之感。正如社会中明明有了劳动能力却依旧啃老之人，靠游戏度日，知道在社会上生活不易，所以干脆不面对，做个家里蹲，逃避问题，妥协于生活。说来讽刺，
随着时间的流逝，放弃者遭受的痛苦势必会与日俱增，在不该安逸的时候享福，日后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2. 扎营者。扎营者即安于现状的人。当你攀登到一定高度时，觉得自己尽力了，告诉自己我只能走这么远，便在此安营扎寨，避开逆境。扎营者比攀登者好的地方在于，扎营者接受了逆境的挑战，为之拼搏过，虽然没有完全攻克，但是只要对自己没有影响即可。虽然安逸，但是扎营者的生活却是在妥协让步，虽然一时没有危机，但是难免会虚度光阴，找不到存在的意义。3. 攀登者。攀登者是对事物带有强烈的信仰，当生命出现波澜时，无论是顺境逆境，不管背景如何，皆是勇往直前，不管自己的年龄性别身心健康如何，永远都在追逐目标的道路上。在逆境中的选择不同，逆商高低也不同，就像作者比喻的3类人：攀登者、扎营者还有放弃者。这让我想起最近亿万富翁排名跌出前10的扎克伯格，他就是典型的攀登者。当他出现电脑天赋，就懂得研发程序，改进父亲工作效率。在入学哈佛后，本该顺利毕业，入职高薪岗位，他却不顾众人反对，毅然辍学，转而与人合伙，试图创立一个闻所未闻的社交网站 Facebook。 接连的质疑和打击没有吓退他，反而让他在漫长的坚持中磨成了一把锋利的剑刃，一朝成为全球最年轻的23岁亿万富翁。如今他又大胆投身备受争议的元宇宙巨浪中，为此身家缩水过半，却无一丝后悔。他的前途如何还无法断定，但正是大胆进取的精神，让他有机会年少有为，早早拥有巨大财富。3种人格，3种境遇。其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就体现出了这样3种类型的人。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想要做攀登者，可是无奈却成了扎营者和放弃者。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逆商。高逆商的人面对逆境不忘初衷，依然坚守心中的方向，百折不挠，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去应对逆境，最终大有作为。而低逆商的人则是怨天尤人，跌倒了便趴在地上不起来，选择去逃避推脱，就好像在山峰面前放弃攀爬，躺在山脚下仰望高峰一般，永远都是平庸。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如何提升逆商？前段时间由于工作压力大，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可说实在的，对于我们新媒体人来说，放假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工作而已。这趟旅行也是人在囧途，经历了各种不顺，最后还被告知飞机延误，起飞时间不定。我瞬间像泄了气的气球，整个人都不好了，周围的人也怨声载道，可是我朋友在此时就显得和格格不入了。只见他淡定地给自己点了杯咖啡，戴上耳机，打开电脑开始写文章。我真是惊叹，他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工作。朋友说，我劝你现在开始工作，你在这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给自己添堵。小孩子才会用情绪解决问题，成年人连这点抗挫力都没有，怎么生存？当时我真的有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的感觉，同时也引发我思考了一个问题：面对意外，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反应？1. 职场上，比情商更重要的是逆商。现代人特别喜欢说的情商，甚至大肆宣扬，
职场上，你的情商比你的能力重要。我不否认情商高的人在职场比较受欢迎，但是职场上比情商更重要的是你的逆商。而在意外面前，会有2种不同反应的原因，恰恰也是因为逆商的高低。我们先来做个测试，看看你更偏向哪种情况。一遇事情就觉得天要塌了。B 遇到困难局面，觉得花了很大精力却不成功，感觉无助或失望。C 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找出尽可能有利或减少负面影响的方案。这3个选项分别对应逆商的3个指数级别。选 A 的是低逆商，选 B 的属于中等逆商，选 C 的拥有高逆商。这类人通常看问题很深刻，能分清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根据逆商概念的提出者保罗斯托茨所言，逆商就是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为什么在如今失业辞职率高、就业大环境差的情况下，有的人跌到谷底，而有的人依旧能平步青云，开辟自己的职业道路？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的能力及逆商的不同。2. 成功的人都有高逆商。只有在逆境中，在接受挫折和失败后，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不足。这些思考和经验才会为你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古往今来，经过失败、努力、再失败、再努力，不断在逆境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可口可乐的总裁古兹·维塔也是一个高逆商的人。40年前，随全家人慌忙逃离古巴来到美国，身上只有$40和100张可口可乐的股票。40年后，他竟然能够领导可口可乐公司，让这家公司在他退休时股票增长了7倍，整个可口可乐价值增长了30倍。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但都一次又一次地被他超越了。古兹·维塔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成功经验时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即使走到了绝境，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抱着必胜的决心，你仍然还有成功的可能。3. 在挫折中抱怨，不如在逆境中逆袭。保罗·斯托茨教授的《让逆商 AQ 克服逆境》中将逆商划分为4个部分 ：Core 维度。Control 控制感。控制感是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信念控制能力。面对逆境或挫折时，控制感弱的人只会逆来顺受，信天由命，而控制感强的人则会凭借一己之力能动地改变所处环境，相信人定胜天。Origin 与 Ownership 起因和责任归属。造成我们陷入逆境的起因大致可以分成2类。第一类属内因，由于自己的疏忽、无能、未尽全力，亦或宿命论。第2类属外因，合作伙伴配合不力，时机尚未成熟，或者外界不可抗力。高逆商者往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使自己陷入逆境的起因，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行动，痛定思痛，在跌倒处再次爬起。Reach 影响范围。高逆商者往往能够将在某一范围内陷入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仅限于这一范围，并能够将其负面影响程度降至最小。Endurance 持续时间。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既有影响范围问题，又有影响时间问题。逆境将持续多久？造成逆境的起因因素将持续多久？
而逆商低的人则往往会认为逆境将长时间持续，事实便会如他们所想。那我们该如何在逆境中不抱怨？如何能做到提高自己的逆商呢？作者提出了 LEAD 工具。1. Listen， 聆听自己的逆境反应。我们要先发现逆境，才能有办法应对逆境，倾听就是第一步。我们要让自己的大脑对逆境保持觉知的能力。遇到逆境的时候，先停下来，用心感受一下自己此时的真实想法，可能是负面的愤怒、无助、悲伤，没关系，你只要尽力去感知就好。2. Explore， 探究自己对结果的担当。有些逆境我们无法避免，但是当你发现只有你自己能帮自己逃离困难时，我们需要责无旁贷地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自责，但更多是要吸取教训，并对结果负起一部分责任，充实掌控感，促使自己行动起来。在遇到逆境之后，你要想最糟糕的结果是怎样的？我对这种糟糕的结果要负多少责任？10%、50%还是100%？ 3. Analyze， 分析证据。分析就是质疑的过程，它可以使得我们摆脱过于消极的观点。我们可以问3个问题： 1. 有什么证据表明我无法掌控？ 2. 有什么证据表明逆境一定会影响到我生活的其他方面？ 3. 有什么证据表明逆境必然会持续过长时间？4. 做点事情。此时此刻我能做什么来减少损失？一定不要逃避，我们要开始行动，把逆境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或者是把行动已经变成顺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对逆境形势的掌控感，不要把自己陷入逆境陷阱。回到我朋友小邱的案例，他能在遇到突发逆境的时候，不抱怨不生气，主动承担逆境带来的责任，立即启动 Plan B 计划，不受外界的干扰的开始有效率的工作，降低了逆境的损失，也改变了逆境的结局，这就是他的高逆商。巴顿曾说，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蔡康永也说，生活是暴击的循环，没有一种生活不存在暴击。只有我们有面对挫折的逆商，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最后给逆境重重的一击。摆脱焦虑的最好方式是激发自身正面能量。有句话说，逃避逆境就是逃避生活。乐观的人都是在逆境中生活，用刀剑盔甲武装自己，时刻准备战斗的人。所以作者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得出，高逆商的人不会陷入无助。他举了一个13岁就双目失明的人埃里克的例子，他没有在多年的黑暗中变得彷徨和无助，而是欣然地接受了自己的不幸。他在高中加入了摔跤队，最后当上了队长，接着他又开始挑战攀岩，最后登上了北美最高峰。乐观使他的逆商不断提高，而逆商又使他变得积极和从容。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较高的逆商，就能发挥自身积极力量，不陷入颓废的局面。就像《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弗兰克尔从光鲜亮丽的体面医生，一夜间沦为任人鱼肉的卑微奴隶，他也不曾放弃心里的光。他在百般折磨中愈挫愈勇，积极改变现状，多次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撤离。乐观和高逆商
让他最终走出了可怕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健康心论的实验也表明，即使是高逆商的老人，他们的生活也更积极阳光，寿命也会更长。而反观低逆商的人，无法用乐观的视角看问题，生活成了灾难现场。朋友小兰害怕承担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习惯逃避责任，在别人指出问题时总跳起来多加反驳。他因此越发陷入人际和工作困境，交不到太多的朋友，也做不好太难的工作。而类似的另一个朋友也总是悲观者论，凡事喜欢归咎自身这个不可控因素。每当他人指出他的问题，他总是会唉声叹气地说：“怪我太笨，所以什么都做不好。”但无论是逃避还是过于揽责，都是低逆商的人无法掌控负面影响，让生活陷入困境的表现。逆商中有一句话说：“逆商决定了人身处逆境时面对困难的能力和心态。一个乐观的人，必然比一个悲观的人更容易走出阴影。”逆商和乐观的心态息息相关。乐观的人总是擅长在阴暗里寻光而行，刀剑里寻隙逃生，发挥自身最大力量。经逆境而不失乐观的心态，或许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在脆弱中坚强，才是生活的最好姿态。逆境考验的不仅是能力，更是逆商。懂得主动适应逆境，是一种聪明，更是一种智慧。12步康复法的发明人之一比尔·威尔森，早年因贫穷和一事无成陷入酒精带来的虚幻泡影。但当多次因酗酒被送进医院，他幡然醒悟，不再将生活的痛苦寄托在酒精上，而是直面生活的无力感。通过成立了匿名戒酒互助协会，他成功戒酒，打破了生活的困局。凡能在逆境中清醒的，都是逆商高的人；能从逆境中破局的，都是生活的勇者。孙子《九地》中有一句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唯有打破对逆境的恐惧，才能树立起对逆境的斗志。不破不立，就无法开始行动。一个人的逆商越是高，越懂得思考和破开困局，立足当下，改变当下，树立积极的目标，提高逆商。心智模式一书，乔尔巴克提出，愿景是践行中的梦想，一个积极向上的愿景可以让我们摆脱绝望的循环。作者认为，编织梦想，让梦想成为愿景，才能有动力坚持追求愿景。托付了梦想的愿景，犹如深夜灯塔，即使曾失意偏离航线，但最终也能抵达向往彼岸。菜根谭中有一句话：“天之极坚不测，易而深，深而易，皆是拨弄英雄，颠倒豪杰处。”无论低谷或高峰，都是人生的局。低谷不放弃，高峰不自得，才能拥有平和与冷静的智慧破局。以见高的逆商，应对多变的逆境，才能在无路可走时开出一条新路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一生一帆风顺，那些我们敬仰的成功人士，他们也都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这些失败对于弱者来说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而对于强者来说却是一块块垫脚石，让他们攀登得更高。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在创业初期，他曾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到了破产的边缘。然而他并没有被困境打倒，他勇敢地面对困难，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最终
他取得了成功。他曾说，真正的强者都是劫后余生的人。这句话不仅仅是他的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所有面对困境的人的鼓励。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逆境出人才，这正是因为当人们面临困境时，他们会变得更加坚强，更有勇气去面对困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困境中挣扎，在逆境中求生，最终成为了真正的强者。他们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深感敬佩，也让我们明白，只有经历过逆境的人，才能真正的成为强者。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然而，正是这些困难，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困难，不断地挑战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逆境是强者的学校，是弱者的坟墓。正如那群雀鸟在孤岛上的进化一样，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在逆境中寻找成长的机会。就像尖细的会帮助雀鸟深入树干寻找食物，厚硬的会使它们能够破开坚硬的坚果，略弯的会让它们能够从花蕊中获取花蜜。我们也应该根据生活的挑战，发展出适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每一次逆境的挑战，都是我们灵魂成长的机遇。面对逆境时的坚持不懈，面对失败时的反思与改进，这些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那些根深蒂固于困境中的植物，最终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我们每个人在逆境中的成长和进化，同样能够开出生命中最美的花朵。愿你我都能在逆境中找到成长的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让我们一起成为那些在困难中坚强不屈，在挑战中成长起来的人。祝愿我们在逆境中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勇往直前，开创属于自己的辉煌未来。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